东风 26B 和东风 21D 失手之后，内部人士首次披露详细内幕，为何美军投诉称是武力表现？敬请关注本节目。据悉，自8月份以来，美军派出2个航母打击群进入南部海域后不久，中国军对最先进的陆基反舰导弹航空母舰杀手进行了测试。当时的东风 26B 和东风 21D 分别从青海、浙江两地发射。当时便有消息人士称，此举是对美军的警告，但是实际情况一直未详细公布。日前，据港媒最新报道，中国空军退役大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慧称，中国8月份发射的东风 26B、东风 21D 分别从青岛和浙江两地出发，行进了数千公里后，命中其制定目标，即一艘正在西沙群岛附近移动的飞船。其中，东风 21D 基本型东风21是中国首款采用固体燃料堆推进且可机动发射的导弹，也是世界上首个反舰弹道导弹，实现对海陆驻养目标和大中型舰船实施中远程精准打击。不管是在打击能力以及研发技术上，东风21都可谓是具有里程碑意义。东风 21D 作为东风21打击舰船目标的陆基弹道导弹，最初的设计目标便是为了专治美国的航空母舰，因此得名航母杀手。目前，东风 21D 的实际部署地区可实现对日、韩、印、东南亚、中亚等敌对目标实行精准打击。除了弹道导弹打航母首创以外，东风 21D 最大的优势是攻跑发射，考虑到目标是航母，肯定会移动。东风 21D 自己也在轨道上游移，由静打静到静打动，再到动打动。其次，东风 26B 的基本型东风26在2015年正式亮相，继东风 21D 后的世界现役第2大型中远程反舰弹道导弹。打击方面，东风 26B 在东风26的基础上，结合高超音速滑翔弹头，在行驶过程中，3段式特殊弹道起伏波浪的弹道降低被拦截的可能性。末端机动速度达到18马赫后，以美国现有的反导系统，对东风 26B 只能是望而却步。同时，可携带3个分弹头，一次性攻击3个目标，实现1弹3击，打击威慑力更上一层。以东风 26B 的能力，实现千里之外一击命中航母的核反应堆致命的精准度，可谓是不在话下。而这2款东风快递致命警告，谁不后怕呢？据港媒报道称，中方首次透露导弹发射部分细节后，有媒体报道称，王湘慧先生称，当时驻日内瓦的美军军官向中国投诉称，如果导弹击中美国航空母舰，将导致严重后果。美军称这是武力的表现，但中方表示这样做是因为美航母的挑衅，这是给美军的警告。不管美军怎么投诉武力警告，事实证明，硬实力面前，美军还是很务实。据报道了解，从中国试射东风导弹，从双方的话语来看，感觉是中国先提醒了美军一下。一方面，因为弹道导弹发射前都会提前发 NOTAM 通告，设定 NOTAM 区，通告商业飞行回避；另一方面，应该就如同王湘慧先生所说，这是给美军的警告。美军也清楚，移动靶舰被击沉的下场就是美国航母肆意妄。排灯节是印度的重要节日。上周，印度总理莫迪亲自乘坐阿琼坦克前往拉贾斯坦邦斋沙穆尔地区的陆军兵营，与士兵们庆祝。此举自然是为了鼓舞士兵们的士气，毕竟未来一段时间内，印度周边恐怕都不会太平。据印度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莫迪站在一辆阿琼坦克的右部舱口，身着军装，颇有气势，身后还有另外一辆阿琼坦克跟随。总理乘坐印度制造的坦克，似乎是他为国产声援的又一信号。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DRDO 希望印度陆军能够采购118辆阿琼 Mark 1坦克。而也有媒体暗讽总理乘坐的可能是全球最贵的礼宾车了，因为阿琼坦克造价已经上升到难以接受的地步，却由于质量问题，依然只能出现在阅兵一类的场合，而无法投入作战行动。阿琼坦克是印度陆军花费多年时间研发的一款坦克，虽然还是借助了大量欧美企业的技术，但由于缺乏经验，印度的载机技术显然非常差劲儿。该项目始于1970年代中期，但是直到2004年，坦克的前2个团才入伍。印度陆军在2010年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验收测试，认为其性能优于俄罗斯 T90。当然，这种所谓性能只是一些纸面测试参数而已。实验中同样暴露出许多质量问题，包括结构超重、某些零部件的可靠性问题和配备的可用性，意味着阿琼坦克其实并不具备实际运用的能力。为了使阿琼达到服役条件，印度陆军提出了阿琼 Mark 2改进版本，将进行80多项改进，其中包括15项重大改进。改进后的阿琼 Mark 2坦克重68吨，
主炮口径120毫米，增加了发射本土研发的激光制导反坦克导弹的能力。其他升级的地方包括新型变速箱系统、新型火控系统、昼夜稳定瞄准器，加上自动目标跟踪器，使得其动对动的射击能力大幅提升。印度国防和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称，陆军是原本计划订购118台的，但新冠疫情和边境紧张减缓了这一进程。关于是否列装国产坦克，印度政府、企业、军队等诸多部门意见都不一致。力推者自然是以国货当自强为口号，但反对者则一直担心其质量问题会影响到作战。目前，印度军队的主力坦克依然是俄制的 T72和 T90， 俄罗斯坦克的经久耐用令士兵们印象深刻。对于阿琼这种身娇肉贵型的样子货，士兵们非常抵制，但印度政府在该坦克上投入的资金已经太多了，不列装又实在很没面子。糟糕的工业、落后的管理、矛盾的内部关系，使得阿琼最终成了一块烫手山芋，连印度的宣传机构都懒得为其编造溢美之词。而印度陆军未来的支柱，恐怕还是得由俄罗斯来提供。俄媒对苏57潜在买家做出了分析，认为中国和印度均可能购买苏57战机，但是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却说，卖给印度可以，卖给中国不行。究竟为何？敬请关注。全球4款在役的5代战机 F-22 和歼20都是非卖品，只有 F-35和苏572款战机在售。不过目前的进展上看， F-35在美国盟友圈中销售较为火爆。苏57虽声称有不少意向客户，但至今尚未获得正式订单，其原因不外乎2点：战机的性价比以及意向客户的买单能力。相对来说，俄罗斯的意向客户中有钱的大户人家不多，中国是其中一家。其中一家意向客户也是苏57早期的联合研发国家，印度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即使没钱也会勒紧腰带买军火。一直以来，印度被认为是最可能首个采购苏57 5代战机的国家，其次是中国。印度是刚需，想要5代战机没有多少选项。F-35虽然存在可能，但就是当下下单拿到战机，估计也会在5年之后的事情。采购苏57是最现实的选项，不过印度也被批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心，居然嫌弃苏57不够隐身，发动机不够好。俄罗斯媒体对苏57潜在买家做出了分析报道，认为中国和印度均可能购买苏57战机。报道称，中国军事专家高度赞赏俄罗斯的新战机的战斗力，但是对是否会采购苏57保持怀疑，因为中国拥有自己的5代隐形战机歼20，但俄罗斯人认为中国已经采购了24架苏35战机，意味着中国对俄罗斯的新战机也会抱着兴趣，采购24架苏57用于研究也是不错的主意。对于印度，俄罗斯人认为印度现在没有5代战机，他们渴望自己既能采购到新战机，并能获得技术在印度生产。全球范围内只有俄罗斯能够提供印度这样的方案，但是印度人害怕来自美国的压力。俄罗斯人认为，正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和诱惑，让印度在此前放弃了即将成功的 FGFA 联合战机计划。现在，俄罗斯要做的是怎么让印度打消顾虑。俄罗斯人的这种说法回避了苏57研发进度缓慢及性能上存在一些缺陷的事实。毕竟，印度采购 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时候，也面临美国的压力，但最终还是签署了协议。就在一些俄罗斯人为销售苏57绞尽脑汁的时候，一部分俄罗斯人倒是矫情起来。关于是否出售苏57战机给中国或是印度的问题上，有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出售给印度是可行的，出售给中国不行。因为出售给印度，即使给了他们全部的技术资料，他们也只会按图纸亦步亦趋的生产制造，而中国不一样。苏57包含了俄罗斯最新最高的航空工业成就，中国工程师看一眼可能就学了过去，这是挺有意思的论调，类似于看一眼就怀孕。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航空工业已经缺乏信心到了如此地步。根据英国军事专家最新的分析文章，中国航空工业在先进战斗机的研发上，除了发动机技术，其他技术已经全面领先俄罗斯。实际上，英国人这种论调也不完全准确。中国歼 11D、歼16战机的确借鉴了不少苏联技术，但最新的战机歼20却是中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这是同俄罗斯技术路线不太一样。有些东西还真没有办法比较。另外，涡扇15发动机的捷报频传，显示中国在新发动机技术上也有了进展。
反观俄罗斯同级别的产品30发动机依旧难产，接下来出现的现象可能类似苏57的遭遇，先歼20研发，后歼20服役。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中俄友好，如果中国真的采购苏57战机，也是在帮助俄罗斯打开销路。毕竟对于苏制武器，中国有其质量好坏风向标支撑。又背锅，美军拟计划在珍珠港扩建干船坞，然而美媒却表示都是为了对抗中国。要说目前全球最喜欢搞事情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无疑就是美国。多年来，美国凭借着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全球各地大肆搞事情。然而，美国喜欢搞事是一方面，其美国国内的媒体也经常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也在其国内大肆宣传着各种不好的传闻。例如，就在最近，美军似乎打算扩建船坞，而其媒体竟然说都是因为中国，美军才这么做的。日前，根据美国《星条旗报》的报道称，美国海军已经拟定计划，将会在珍珠港的美军军用船厂继续进行新的船坞扩建。据悉，这是继2战之后，美军首次在珍珠港扩建新的干船坞了。该干船坞一旦彻底修建好以后，那么该船坞将会直接被投入到维修美国海军潜艇的任务中去。目前，美国军队方面已经对该船坞的建造费用进行了价格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显示，想要在计划时间内彻底建造好该船坞，这需要至少40亿美元的费用。其实，美军造船坞就造船坞吧，但是这让不少的美国媒体认为，美国这次大费周章的造船坞，实际上就是为了应对中国。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其实也没错。美军早在之前就曾经表示过，为了能在太平洋地区提升美国海军在潜艇领域的全方面作战能力，美军因此将需要在夏威夷配备4个干船坞，并以此来方便美国更好地在此领域对抗中国。但是，其实对抗中国并不是主要的建造理由之一。要知道，美国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在不久后即将建造完成，而该潜艇制造完成之后，美国的潜艇船坞很显然已经捉襟见肘了。因此，建造更多的干船坞来维修和放置潜艇，则成为了美国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并且，目前美国所研制的潜艇，其体型也越来越大，而不少的干船坞在未来甚至都放不下美国新研制的核潜艇。为此，美国还要淘汰掉一批容量过小的潜艇船坞，并以此建造更大的船坞来容纳更多的潜艇。据悉，目前美国一个3号干船坞正等待着被淘汰。未来将之替换的将是体型更大的船坞，并且此次包括未来美军所新建的所有船坞都会加上棚顶。其加棚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外国间谍卫星的偷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确实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遏制中国才建造新船坞的，但是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老船坞的容量不足以装下现代更为先进的潜艇了。要知道，现代的潜艇随着其装备的越来越先进和武器携带的越来越多，这自然而然的就加大了潜艇的体积。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用更大的干船坞来装更多的潜艇，则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